大家好，我是 A 夫。今天2场我又全压对了，而且有一场正应了我赛前死盯的那个变量，明天16强接着打。2场一个比谁扛得住热，一个比谁扛得住海拔，挺有意思。先说今天法国打巴拉圭，我压法国过了1-0，可以你注意到没？就赢1个球。法国啥队？前几天3-0血洗瑞典那火力，姆巴佩、登贝莱想进球跟玩似的。可今天在费城那个我赛前反复念叨的破纪录热浪，体感110度，还是露天，整整一场法国就是跑不动，传导也不利索的，脚下慢半拍。巴拉圭正好就等这个10个人处在禁区前面摆铁桶，反正我不跟你对攻，我就耗你体能。他上一轮就是这么把德国耗到点球送走的，法国憋了大半场，最后靠个人能力硬凿进去一个1-0，赢得挺狼狈的。所以这场我不光压对了赢家，连他为啥赢得这么难看，赛前也说着了，热浪是真能把一支超级强队摁在地上磨。另一场摩洛哥3-0，把东道主加拿大干脆利落送回家。哈基米、恩内斯里那套边路加中锋，加拿大根本防不住，我压的摩洛哥也对。好，明天2场我重点说墨西哥打英格兰这场太特殊了，可能是整个16强最有说头的一场。先说牌面，英格兰是真强，凯恩、贝林厄姆、萨卡。FIFA 排名第4，随便拎一个都是5大联赛的顶星。庄家也毫不犹豫把英格兰摆前头。可这场球踢在哪儿？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，海拔2200米，就这一条海拔能把上面那些牌面给你抹平一大半。你想啊，英格兰这帮人常年在英超在海平面踢球，一下拉到2200米那个高度，空气稀薄，含氧量掉一截，人是真扛不住的。像贝林厄姆那种满场上下奔的，萨卡那种一趟一趟往返冲刺的，到下半场60-70分钟腿就跟灌了铅一样，直接掉速，而且连球都不一样了，空气稀薄，球速更快，飞得更远更飘，门将扑救，长传落点全得重新适应。欧洲球队跑去墨西哥城客场，这上头吃的亏能写一本书，更别提阿兹台克是墨西哥的圣地，满场10万人的声浪压过来，主场裁判那点微妙心理全顶在英格兰头上，所以我这模型直接把英格兰纸面上那一档优势砍掉大半，给英格兰3-7，墨西哥3-3，几乎五五开。庄家还给英格兰3-9呢，我比庄家还看衰他一点，就为了把这海拔实打实算进去，我最后压英格兰90分钟内小过。毕竟个人能力摆在那儿，凯恩一次机会就能定生死。但话撂这儿，越往后拖，真拖进加时，越是英格兰吃亏。你想想，一帮腿都软了的客队对上一帮常年适应高原越踢越有劲儿的东道主，再加30分钟，谁先崩？那2200米的海拔就是墨西哥明天的第12个人。哦对，墨西哥城7月还是雨季，傍晚说不定来场雷雨，场地一湿一滑那就更没准了。所以英格兰要赢就得趁早，上半场趁腿脚还利索把球做进去，拖久了对他没一点好处。另一场巴西打挪威，这场我倒不拿天气说事儿，新泽西是热29度，但这场真正的变量不是老天爷，是哈兰德。挪威这队特别偏科，后防不咋地，小组赛让法国灌了4个，那么一条漏勺式的防线碰上巴西的维尼修斯是要出事儿的。可他偏偏手里攥着一个哈兰德，上一轮刚绝杀科特迪瓦，正在头上，身后还有厄德高给他喂球，这就是典型的有锋无畏。你只要让哈兰德在禁区里逮着1次机会，这黑马就有掀桌的本钱。巴西整体强，底蕴厚，可他自己也起伏。小组赛被苏格兰逼平过，状态时好时坏。我压巴西过，给5成，没敢往高给，就是忌惮哈兰德那一下，而且俩队实力挨得近。我看这场也容易90分钟分不出来，拖进加时。行，明天是这些，重点看英格兰扛不扛得住那2200米。明天回来对账。源码前2天我开了 GitHub 链接在简介里，想自己拉下去跑的或者跑不明白的，评论区喊我一声。最近我还打算专门出一条手把手教怎么装，怎么改成你要的比赛怎么跑，从头到尾走一遍，觉得有意思的定一下。明天见。